中美博弈暂告一段落，这世界上不会再有什么 G2。今天的 APEC 会议上，谁离开让出了中央舞台，谁留下发表演说，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一目了然。没有任何名利场比政治更直白清楚。没有任何秩序规则能改变政治由权力意志构建的本质。中美博弈真正的观察不在于 Great Two 共治世界，也不在关税、船只停泊费、芬太尼，亦或是美国50%穿透规则，这里面到底谁赢了，而在于这个早已全球化的世界已经不再是美苏争霸时东西两个阵营各有一个大哥的时代了。世界因为全球化的工业分工和贸易，早已经被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交融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整体，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实际上永远都只能有一个大脑。就像今天 APEC 会议上只能有一个声音对世界发出倡议。世界各国政治上亲美、经济上靠中的东食西苏的状态将成为历史。我们作为全球16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正在构筑起我国在全球的权力意志体系。今天我们是留在舞台中央的那个首脑，这不是美国的高风亮节，没必要在东亚一争长短决定的，也不是韩国作为主办国的安排决定的，而是全球政治体从实力和地位的考量出发进行站队决定的结果。正如二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美国就代替了英国曾经的压轴地位一样，政治站队是最直接甚至赤裸的利益选择。而川普昨天打道回府，跟当年丘吉尔下台离开波茨坦会议的本质并无不同。亚太经合组织正在开始去美国化，旧霸主的态度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而已。更宏大一点说，持续了近400年的西方文明的绝对主导地位，正在以莎士比亚的喜剧模式完成它的落幕演出。一位好大喜功的金发君王，配上一个矮小谄媚的挂件式的弄臣，最终愚蠢又滑稽的被真正的主角驱赶下舞台。自我们1840年狼狈的开启近代史至今，以我国为核心的大陆的农耕的郡县制的东方文明，终于再次以独立的引领的独占鳌头的姿态，再次回归到时代舞台的最中央。不得不说，对于中美的博弈而言，朝鲜半岛真的是块风水宝地。当年仁川登陆之后，美军直接压到鸭绿江边，我们重新给它推回到3-8线后，迫使他们暂停。这一暂停就是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而此时此刻又不类彼时彼刻。彼时我们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确实不能支撑我们再度越过3-8线，2度进入汉城也不得不退出来。而如今我们评价中美这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战役的战线成就来说，真正的着眼点应该在双方谁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谁全损了前期的战备投入。先从本次会晤后披露的马来西亚的会晤成果来看啊，第一，关税整体核算下来平均在28%左右，并不比东南亚、墨西哥、印度有什么劣势。产业链转移的外部压力基本可以缓解，因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这25%的关税啊，有的豁免，有的被行政令减免，还有的通过各种游说集团的掺和，关税的铁幕早就是四面漏风了。而根据一份针对中小出口商的调查，当前平均他们支付的关税额度为38%左右，而在涉及苹果等大公司的电子产品供应链层面还有更大的豁免。也就是说，这次再减去10%，中小出口商的平均税负就一下子降到了28%，高附加值的电子产品供应链层面的关税就更低了。现在最傻眼的应该是欧盟。大哥，你喊了半天一起上，我们砖头都举起来了，现在以什么姿势挠挠头才显得之前的嚣张更礼貌一点呢？同时这个结果给了我们更大的灵活性，让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和计划，在全球优化布局我们的产业分工，更好的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离岸平衡。这一点我会在下周3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展开，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左下角的直播。第二，海运和造船业的压力将大大降低。大投资啊，最忌讳的就是不确定性。我们对美国的坚决反制，迫使川普在造船问题上一次次的 tackle。真正的这个价值在于啊，美国先逼迫全球船东们选边站队，结果自己又菜又怂，让迫于政治选择非中国船舶的船东拍肿大腿，让坚定选择中国的船东畅通无阻。如今站队压力大大降低之后，全球船运的利益天平只会更向我们倾斜。
第三，关于芯片的50%穿透规则的延期，既可以缓和我们外部的营商环境，减少外部和我们做生意的政治风险，同时这里也只是延期而非取消，也为国内的生产商提供了巨大的利益可期待空间。所有人都明白，美国的芯片牌迟早还是要打的，现在就是给国产替代争取的战略窗口，待到黑云压城日、甲光向日、金鳞开的关键就在现在，把握这个时机了。那又有声音说了，这都是美国凭空造的牌，我们应对了半天，美方现在偃旗息鼓了，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呢？如果我们从美国自08年次贷危机开始，09年提出重返亚太，18年开启本轮贸易战以来的战略目标来着眼，那情况就更为清晰了。美国自从将我们列为头号对手之后，战略目标就是3个：第一，在经济上像曾经将日本、德国、苏联、拉美端上餐桌一样，炼化东大，再次辉煌；第二，在科技上卡死我们的科技天花板，带领全球围堵我们的产业突围，彻底拆掉我们复兴的真正引擎——科技赋能制造业。第三，在全球秩序上恢复美元潮汐的节律和美元结算体系的统治地位。只要稳固了金融霸权，可以说以金融地位之固，金成千里，美利坚帝王万世之业也。这3个战略目标彼此服务，彼此支撑，同步推进。从08年至今，一切的地缘政治、军事、金融、经济、外贸的中美博弈，都围绕着美国这3个战略目标展开，建立去中国化的 CPTPP。2022年开始暴力加息，抽干我们的流动性，引爆地产中的中资美债的地雷，并制造环 A 的牛市，炒作印度替代中国的全球工厂地位，长期在南海制造紧张的局面，唆使马前卒、尹卡卡激化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高喊某岛有事就是本子有事。在西南，印度曾经作为西方对我们施压的最前沿，一度占据西方的 C 位。老登拉起的瓦森纳协定对我们的芯片围追堵截，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通过地缘紧张制造全球对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消极预期，在流动性被抽干的情况下，进一步恶化我国制造业尤其是科技企业急需的资本环境。在全球制造消极预期的同时，试图伙同盟友在外贸科技上对我们进行全面的围堵，并寻找各种可以发起制裁的机会，可以说是费尽心机，环环相套。但是以上这些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军事上，美国要加大对盟友的军事支出和支持；经济上要笼络盟友，给出好处，利诱盟友们离开我们这个第一大贸易伙伴的投入是巨大的。金融上要承受自身空心化，却虹吸了全球资金带来的泡沫高血压。最重要的是，美国主动的剥离与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制造国的互利共生关系，带来了全球贸易洋流的阻滞。原本世界的财富洋流就是我们提供生产率的增长，美国发债印钱作为财富的载体，加速价值的流动。原本美国的计划是把我们推出这个体系，让印度替代我们的位置，结果实际情况是全球化跟着我们一起被美国推远了。从现在的战线上来看，是美国自绝于全球化，孤立了自己，却没能成功的围堵我们。而且美国随着从08年开始的每一次的围堵都不达预期的这个结果，全都是沉没成本。到川普这个政治小白上台之后，为了实现上面这3个政治目标，采取了一种最直接但是最愚蠢、代价最大的操作。为了弥补此前美国围堵我们消耗的霸权制度的成本，国债飙升到了38万亿，恢复美元潮汐和美元霸权的地位再无可能。为了回本，就开始敲全球的竹杠，直接断送了战后经营了80多年的美国盟友体系和全球价值观灯塔的软实力的本钱。而美国自绝于全球化的现实，带来了更无法回流制造业的恶果。我们迟迟没有被端上餐桌，美国内部的矛盾就开始爆发，激化到开始要命见血的党争，决定了任何一方上台都要清算之前站队另一党派的国家和利益集团。就像小泽和尹卡卡为了老登的美利坚冲锋陷阵，结果却成为了川普上台之后的第一个要端上桌冲击的利威一口酥。这样的短视和不择手段，使得全球政治体和经济体更无法投资美国或者拥护美国的霸权。而川普为了巩固自身的权柄，将本人的利益优先于美国利益的选择，又将美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当枯树枝给烧了。
彻底毁掉了美国领导下一轮科技革命的可能性。它削减研究投入，摧毁价值观美国梦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对我们的产业链断开，导致它无法通过生产端反馈进行 AI 技术的升级，最后采取以国家补贴入股科技公司的方式，实现美国对美股七仙女股价的控制，为国家紧张的财政和自家财团套现。从昨天川普离开韩国的那一刻看，美国近些年这种种的举措以及美国的战略目标实现，只能说是折戟沉沙，只有黯然退场这个结局。美国只是凭空造了牌，失败了就挥了挥衣袖，没有带走一片云彩，把我们折腾够呛吗？并非如此，要看战线，不要看战报。而我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是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科技、经济、军事的独立自主，摆脱不平等的秩序制约，通过科技突围完成经济解套，最终实现地缘政治稳定、人民生活幸福的这一终局目标。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在稳步向前推进，无一失手。我们的战线是曾经的20余项卡脖子技术，最后只剩7项还没有突围，都集中在芯片领域，正在全速的突破。我国人无我有的产业技术优势，正在从23年彭博社统计的5项增加到9项。我国出口在美国的围堵下，连续9个月不降反增，对美的出口依赖持续降低，进出口人民币结算比例大幅增加，美元靠铸币税抽取我们的外贸收益的比例大大降低。同时，地缘环境也日趋稳定。蒙古、韩国、澳大利亚曾经的马前卒派纷纷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务实的本土利益派。越南、印度也开始改弦更张。目前仅剩的菲律宾内部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正在转向原有的合作主体联系就更加紧密了，与东盟、非洲的贸易额持续扩大。埃及、印尼在507空战之后开始购入咱家的武器装备，在军事上买了谁家的装备，火烧眉毛的时候要用了，得请示一下卖家才能用，这个行规大家都懂是什么意思吧？在金砖上合的框架下，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开始从欧亚大陆向非洲大陆，再向南美、拉美地区扩展。如今的南美早已不是美国的后院，南美国家从高层到资本集团再到民间都明白，他们自身的发展只能靠中国强劲的制造业长期稳定的需求来带动，而不能依靠目前同为资源国的美国间歇性的两党制带来的不确定的补助来带动。以上从技术到经贸，从军事到地缘的战线，才是中美见面这一刻我们要统计和衡量的真正内容，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亚太经合组织围绕我们的展望和蓝图展开，而非美国的利益继续谱写。实际上，美国也不是没有明白人。昨天美国参议院的一个22页的报告，其实也从美国的根本利益角度拢了拢账，发现呢亏大发了。给出的3项主要的结论就是，关税导致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损失惨重，出卖了美国的农民，最后还导致了美国全球控制力的大大削弱。结果，因为提出该报告的是民主党议员，于是这个对华贸易战中国获胜美国买单的报告就只能沦为是党争的表演，而没有人当回事儿。现在在美国，真相或者说理性的分析已经没有办法发出声音了，所以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们就在欢呼，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是 55%， 现在也就只降到了 45%， 中国对美国的对等关税是 10%， 大统领赢麻了，那个伟大的男人兑现了他的竞选承诺，痛击东大，美国再次伟大了。而我们乐见美国的赢学发扬光大，说最和气的话，下最狠的手才是我们的风格。讷于言，敏于行嘛。至于稀土、大豆、芯片，彼此开多大的缺口，都是个长期动态的博弈筹码。只要服务于我们的战略目标，进退有据，就都是好策略。当特朗普称呼我们为 G2 的时候，和奥巴马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当初奥巴马是想给我们戴个高帽子，同时想招安我们的精英集团，让我们也开始美国化，让 99% 的人供养着那 1% 的权贵们，以让我们永远的停留在只做制造业最低端的配套这一全球化的分工角色上。当时我们拒绝了，现在我们也不会接受。特朗普如今说 G2 的局面，更大程度上是在抬高自己，仿佛在说旧霸主依然余威犹烈。而现实是，同一天里，我国宣布2030年完成载人登月，美国宣布重启核试验。谁在代表人类的未来不断前行？谁在开历史的倒车？其实自毁长城，全球的聪明人都一目了然。东西文明在此刻再次分野，属于我们的时代刚刚开启。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